是没想到啊，把你江大队长的座驾给打下来了。打得好！我一直想找这个人，没想到原来是你。那，握个手吧。好。不是冤家不聚头。小羚羊，看清楚了，433高地北侧，步战车15台，向南运动。坐标908-420。报告机长，数据传输完毕。明白。炮兵打得准，首先是咱们侦察情报组。打好。姐，咱们今天的飞行航线实在是太明智了。想跟师傅学艺啊，要动点脑筋的。你是怎么想到突然改变路线的？拐到东边的山沟靠上去，而且离得那么近，敌人都没有发现。学着点吧。今年什么风向？西北风啊。我一进战区就发现，敌人机步营西边可以隐蔽的山梁，距离公路有2公里之多。距离虽远，不易被发现，但是目测观察容易产生偏差。但是东边那片丘陵地距离公路有800米，如果要是能再近一点的话，侦察的效果会更准确一些。今天又是西风，我们飞他们的东边，正处在他们的下风口，直升机的声音不会被他们发现的。原来是这样啊，我姐太有才了。那是。哎，你还别说啊，你跟江大队长可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这你都发现了？可以嘛？王子说的呀，他们大队长啊，研究直升机战术就跟着了迷似的，而且每次演习呢，他都能有不同的想法。人家走1步，他能走3步。你们家小王子也不错呀。姐，你一直还没跟我说过小六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嗨，我也是听说的，别往心里去。没事儿，你说嘛。我真说了啊。那天疯子里电话说呢，好像你们家小王子之前不止1-2个，好像最少也有5-6个，所以你排行老6，叫小六子。他怎么这么花心呀？老袁，江大队长，你怎么下床了？来，余营长，这伤筋动骨100天，这才几天啊就开始折腾了？得多注意休息啊！没你们说的那么严重，怎么回事？我心里有数。还不严重呢，我可是亲眼见你被山洪给卷走了，那沟里那么多乱石头，我都不知道你怎么活下来的。哎，你不会是让神仙给救了吧？是啊，那不是我老婆的吗？护身符在身上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们特种兵啊，不但要训练这个攻击技能，更重要的呢是要学会自我保护。我跟我的队员们都说了，无论是什么情况下，只要你们出任务，必须把防护装具给我全部带齐。你看我当时全身的防护，这才保住了一条命。保住命就算不错了啊！哎，老袁，说你现在小脸儿白白净净的，喊你老袁有点别扭啊。哎，老袁，
我这次来啊，是想向你请教，用肩扛导弹打直升机的诀窍是什么？你这怎么那么记仇啊？什么记仇啊？我是正儿八经来请教的，要不我给你跪个？跪个。对对，哎，你当我不敢啊？拉了啊！我跟你说啊，这个第一点，直升机在突然爬升的时候，它机尾的热能比较集中，红外制导雷达容易捕捉得到。你这个时候夹角小，你导弹在空中飞行的时候，自身调整的幅度小，它速度就更快啊。这没想到，你对直升机的飞行还挺有研究啊。未来陆军作战中，这个特种兵行动和直升机的配合，以及对武装直升机的反制，这都是重点课题。1000米以下的空域应该是我们陆军的主要战场。你看人家美军，这几十年的战争中，哪一仗离开过直升机啊？尤其是特种作战，你特种兵和直升机的配合，那就相当于什么？相当于左手和右手的关系。哎，那个《艰难一日》那本书你们看过吧？那就是一个直升机和特种兵的典型的战例啊。这本书你也看过呀？看过呀，在这个书还没出来之前，我们就已经对这方面的作战方法有过研究了。老袁，谈谈你的想法。我跟你说，你们先聊着啊，接个电话。喂，露露，驻训结束了。快了，你忙什么呢？我啊，训练呗。那连打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是吗？我想着这再过半个月不是有个10天的假期吗？到那个时候我去看你，我就把一肚子的话都告诉你。我听说你手机里有一段特别好听的录音是吧？能放给我听听吗？录音？啊，我是有一些好听的歌，要不晚上吧，晚上我都传给你。我要听小五子的。什么？小五子啊？听谁说的？江大队长啊，我听说还特别感人呢。完了！现在我们陆军部队中啊，这兵种之间本来就不是很协调，你更不要说跟空军、海军的协同了。如果我们自己兵种之间能够协调起来，那你这个战斗力的提升就不是1+1等于2的概念了，那就是成倍翻倍啊！比如陆航和特种兵的结合，利用陆航的快速机动性和特种兵近战渗透能力强的特点，两者结合起来搞一次要点作战的行动，应该是最理想的构成。没错，我们军里面的特战旅和陆航团，它就没能形成一个战斗体系。你看，你们光管投送，落地以后呢，我们就孤军奋战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地空协同啊！老袁，你要有这个想法，咱俩搞一个陆航和特种兵的一体化训练方案。行啊，哎，这个弄出来以后，咱们可以在集团军内部搞一次联合演习。我看有门儿。哎，我说你包电话粥呢，一个电话打24小时了都。哎，我们刚才有一个联合训练的想法，你也不过来听听？我听着呢，我在外边都听着呢。哎呀，行了，今天就聊到这儿吧，你也多休息，我们走了。那我送送你们啊，别，你可不能动啊，一切等出院再说。哎，对，你刚才怎么了？跟小林阳闹别扭了？这帮年轻人啊，谈恋爱就是忽冷忽热的。我估计是发展速度太快了吧？拉伸太猛就会失速，失速就会往下掉。有改出方案没有？你为什么要跟小六子说小五子的事儿啊？跟什么小六子说小五子的事儿？我连小六子电话都没有，我怎么跟他说呀？我也不是不愿意相信你，那可是刚才电话里头，那露露跟我说的有模有样的，还非要听小五子那段录音呢。他怎么知道录音的？对呀，那他怎么知道这段录音呢？啊，我只是跟你一个人说过这段录音的事儿啊，我一直都是深藏不露。那你把他删了不就完了？你不是跟我说过让我跟小五子先抻着吗？行，你这破事儿你自己处理，好好琢磨我那方案呢。师傅，没完了是不是啊？我不跟你说这个了，我是想劝你，劝我什么？方案就别想了，为什么不想啊？我觉得成不了。你个乌鸦嘴！我这什么还没做呢，你怎么知道成不了啊？师傅，你想想，
从我认识你那天起，你不是设想这个，就是运作那方案了、计划了、构思了、设想了，还有你那些什么各种各样的总结，有几个落实了？是没几件落实的，但总归是有点收获吧？对，收获了几天禁闭，还有一个警告处分。这当兵的哪有一帆风顺的？这也是人生的一种体验。我看你这是自娱自乐。师傅，你说你以前自己折腾自己也就算了，我是你徒弟，我乐意陪着你玩，也算是个朋友。但现在你又要拉着人家袁副营长，我看这老袁迟早就被你带到沟里去。放屁！我跟他是志同道合，相见恨晚。我告诉你，这回靠谱。不撞南墙不回头啊！我今天就把这话放了，你放。希望越大，失望就越大；愿望越美好，失落越深重。哎，你看，我都说你俩了，我先走了。臭小子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小羚羊，你快一点，就你磨叽。哎呀，来了。花敏，把你们个人物品都收拾好，就放在原处。待会后勤的同志会过来收取，统一上运输机。陆参谋，你的意思是今天晚上我们就连夜转场吗？对，新的航线已经确定了，我们要结合夜航训练，直接飞回团里。那是不是会在 A 集团军加油啊？哎，不是跟你们说了吗？是新的航线，不按旧的线路返回了。待会参谋长会过来直接下达任务的具体要求。唉，你跟小王子重逢的计划又泡汤了。正好我也不想见他，不去他们场站停留，也就避免了见面的尴尬。哎，你等等，什么情况？风向有变啊？不想见就是不想见嘛。你是不是给小王子打电话了，问小五子的事情了？你跟我进去说清楚。走，走。怎么回事？你说。他跟我说了，确实有小五子的存在，而且他们都已经谈了好几个月了。怪不得疯子跟我说这个事儿。姐，那疯子大队长到底是怎么跟你说的呀？疯子就是说，这小子小五子的事情还不知道弄清楚了没有，怎么就跟小羚羊好上了呢？就是意想不到呗。他真这么说的呀？各司大意吧。姐不想拆散你们俩，真的希望你们俩能终成眷属，不然我也不会管你们俩这闲事儿，对不对？我跟他提那段录音来着，那他怎么说呀？他说根本就没有那回事儿。他说他跟小五子已经彻底掰了。我说那疯子大队长怎么说有那段录音呢？他说是疯子瞎说的。疯子骗我？不可能吧？你们这次转场不路过他们团，要是路过他们团的话，我一定要好好问问他。要不现在就打电话问问他？现在打电话没用，我一给他打电话，他就装，又捏鼻子，又说信号不好，他就怕我跟他面对面，见了面他什么病都没有了。行了，你要自信，我也要自信，什么疯子王子一起拿下。你们看一看，新的航线都已经标识在上面了，估计待会参谋长讲评的时候啊，也会比较简单。哎，我听说了一个新的情况。什么情况？你们俩回团之后啊，可能要去改装学习新的机型。新机型？什么机型啊？内部消息，据说是直8型的空中预警机、空中指挥机。Yes， 太棒了！可能啊，你们要去陆航学院模拟系，先飞2个月的模拟机，到时候再飞实装。哎，这可是内部消息，你们俩不要给我说出去了啊！明白。好，那我走了。Yes。露露，看你的心情好多了。只要一想到能开到新机型，我就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这倒是，我也挺期待的。姐，咱们这回不路过疯子那儿，你不觉得有点遗憾吗？
说不遗憾是假的。我本想趁热打铁，把我们俩的事儿给定下来，把结婚报告一出，那就 OK 了。谁能想到返航要飞新航线？唉，算了，让他再疯几天。哎，老袁，我拟了个初稿，一会儿你补充一下啊，尤其是特种兵的使用和手段，我不太懂，这个交给你了啊，马上给你发过去。什么？你已经动手了？啊，好，我马上去看，你发过来啊。好好好。师傅，那还没睡啊？唉，睡不着。睡不着正好，过来帮我看看，补充一下。我不看了，你发就行了。有点上进心吧。哎，我一直啊在怀疑一个人。你神经病啊！你搞破案呢？不是，我怀疑啊，是黑天鹅告诉了小羚羊我的那些事儿。你怎么还惦记小五子这事儿了？我能不惦记吗？这关黑天鹅什么事儿啊？你想啊，我和小羚羊的事儿是黑天鹅告诉你的吧？是啊，怎么了？那你跟黑天鹅什么关系啊？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我跟黑天鹅没有别的关系，就是同志、战友、兄弟。是，我知道啊。我是想说，一个巴掌拍不响啊。既然黑天鹅能告诉你我和小羚羊的事儿，那你会不会告诉黑天鹅我的小一子、小二子、小三子、小四子、小五子？我好像是跟他说过一嘴。那啊！我就知道是你说的，太不够意思了你。我就是随口一说，但谁知道黑天鹅嘴那么快呢？我打电话骂他，来得及吗？露露她现在什么都知道了，她管我要小五子的录音，你说我能给她吗？我给她打电话，她都关机了。现在怎么办啊？不是你说实话，你跟小五子到底断没断？断了，彻底断了？一刀两断。没抻着？我都有小六子了，我跟小五子抻什么呀？那你怕什么呀？咱们是理直气壮的呀。可是露露现在已经不理我了。一只小羚羊，你让它能跳哪儿去？啊！我给你出2个方案，你就方案来得快。你听我说呀。一，我下次见到黑天鹅的时候，我骂他，谁让他胡说八道的啊？我帮你报仇。你这个方案跟我有1毛钱关系吗？二，我让黑天鹅出面帮你澄清，就说没有小五子这回事儿，不，压根就没有小五子这个人。不行，我都已经跟他承认确有其人了。不是你都承认了？那他老追着问，又搞突然袭击，关键是我不想编瞎话骗他呀。你先怂了，我出什么方案也不灵了。说我不帮你，你就是这种态度啊？你爱帮不帮，不帮拉倒。我站着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怎么叫不帮你了？没有我，你能认识小羚羊吗？我跟黑天鹅算是你俩的媒公媒婆吧？啊，什么叫不帮你啊？是，可是现在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啊！你知道我现在心里什么感受吗？就像飞莱维斯曼，飞上去我又翻下来，飞上去我又翻下来。兄弟，做男人要自信啊，不能看女人的脸色，自信很重要。这点呀，你得向我多学学。师傅，你的这些自信啊，你赶紧收起来吧！我要学你，我早就完蛋了。你知道你的这点自信让我想起来一个人吗？谁啊？堂吉诃德。哪个堂吉诃德？堂吉诃德都不知道是谁？塞万提斯。对，就是他写的小说的主人公。我知道你说的那个骑着小毛驴，拿着大长矛，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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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，那个瘦老头，假的，虚构的。是，这故事呢是虚构的，
可是我怕这骑士的命运会出现在现实生活当中你的身上。师傅，我是打心眼里，我不想打消你的积极性，我更不想一盆冷水我就浇灭你的一腔热血。可是你总要面对现实吧？我怎么不面对现实啊？你是我的大队长，没错。可在整个解放军的部队当中呢，你只是一个营级军官，到了地方是科级干部，7品芝麻官啊。可你脑子里每天想的是什么？编制、编程、军种、兵种，这是你该考虑的事儿吗？怎么了？你比司令员脑子里想的都多，我都不想说你。你别不想说啊，说，接着说。是你让我说的啊，说好听点儿，你这叫杞人忧天；那说难听点儿，我就要听这难听的。庸人自扰。哎，庸人，江海同志，请自重。要我自重，我错了吗？我错哪儿了？哎，老袁，哎，我马上发，10秒钟，10秒钟给你发过去啊。首长，您要的部分飞行员名单，这几个单位报上来了，您看看。等一下，怎么没有江海啊？我打电话问过总团长，他说什么呀？他说江海现在还被有处分，调副团职的命令也没下来。就因为这个，他就不推荐了？是不好推荐。还有，庞副旅长已经到位了，旅长和参谋长不知什么时候到任。部长和政委已经有想法了，很快会定下来的。第1突击营准备装备的24架直10已全部准备完毕，等装备部验收后就可派人接装。第2突击营准备装备的24架直19，3个月以后也全部列装到位。信息侦察营首批装备4架直8侦察预警机，第1批直8改飞行员人选已基本敲定，包括2名女飞行员。是华美和彭露露？是的。哎，杨排长，李小斌，恢复怎么样啊？哎，挺好。哎，你们江大队长在吗？在宿舍，你找他，我带你去啊。走，走。这什么点儿啊？就睡了？对呀，早上出操他参加了，我们一起下操回来的。你再敲试试。老袁吧，进来吧。哎，怎么了这是？还在睡啊？对呀，很少见你白天睡大觉的，师傅。这不是让你给闹的。我闹的？比昨天说我是堂吉诃德，弄得我一晚上没睡踏实。哟，看来是对你有所触动啊。来，老袁坐。哎，你昨天发来的东西啊，我看了。怎么样？还满意吗？满意，非常满意，特别好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觉得你想的比我远，确实应该有一种体系作战的思想。各兵种之间不是靠临时搭配起来就能行的。你看，要有软件与硬件、武器与装备、情报与通信、技术与保障、飞行员和特战队员这些要素啊，要达到深度融合，要像揉面团一样把它揉在一起，还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一起训练磨合，达到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人机武器合一，空地行动无缝衔接。哎，这么打起来才得心应手嘛。行了行了，我也插不上什么话，师傅，我就先走了啊。营长，先走了啊。好，那走。哎，那个江大队长，我看了你给我发的那个初稿方案，受到很大的启发。我觉得咱们军里就应该成立一支这样的部队，以陆航为基础，以武装直升机、运输直升机和侦察直升机组成的作战平台，建立一个相对完整的作战体系，战斗力会立方倍数的提升啊！我跟你说，昨天啊，让别给打击了一下，
弄得我心里乱七八糟。是吗？说你什么了？那说那么难过？说我是堂吉诃德，风车骑士啊！对，当时听了真是挺恼火的。不过后来一想，这小子说的有点道理。这几年我搞了10几个新战术战法的方案，没几个被采纳的。当然了，有的后来也被我自己给推翻了，确实有些好高骛远，不太脚踏实地。纠结。这几年我总是这样，发现问题就想找到解决办法，找到了办法就想马上去解决，但每次都会碰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。总之，成功率很低。你上次率领直9大战坦克团，那就很成功啊！我虽然是在现场目睹了全过程，但还是调看了你们作战的资料，我觉得非常幸运，看到了方向。我也是，我看到你给我发来的东西，我这自信心又提起来了。哎，我觉得你完善后的这个方案比较完美，也符合咱们集团军的实际，我觉得靠谱，能成。真的？真的。哎，从我个人来说，我只了解飞行和低空作战的法则，而地面突击渗透的作战细节，你比我清楚得多。你们需要什么样的空中掩护？需要什么样的火力打击？什么时机介入？使用什么样的连通手段？你这一细化、具体化，我就觉得成熟多了。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时候把方案往上告一报？最近吧，等我们副大队长回来，我再找他商量一下。我知道，最近有一个机会特别好。什么机会啊？集团军马上要在圆山战术训练基地搞一次对抗演习，听说总部还要组织专家来观摩。你不如就趁这个机会，把方案往上报一报，没准军里就同意了呢。是吗？我们旅长已经去参加预案协调会，我们营准备参加。我当时看完你这个方案，我立马就想到这次演习。你知道吗？圆山地区河道水库密布，如果能有直升机投入使用，那我们特种兵就可以快速大纵深机动。行，我明天就交给团长，争取能参加这次演习。到时候我们联合起来，搞他一家伙。行，那我回去也跟我们旅长说。好。行。哎，你现在就走啊？聊会儿。你赶紧回去把这事跟我们旅长说，没准他就同意，这事儿就成了。我走了。好。看好飞行状态，保持高度3000米。明白，高度3000米。放轻松，盯住仪表，高度、雷达柔和拉起，爬升到3500米。明白。保持航向稳定。行啊，他俩改装才飞了2天，掌握的不错啊。黑天鹅毕竟是黑天鹅嘛。再给他们俩出个特写。大姐，燃油报警。我来飞，你注意观察地面目标，选择备降场。是。检查速度。柔和降落。保持平衡。非常好。进来。团长，你找我？今天开始结束停飞。是。团长，没给我延长吧？再一次，没歇够。好，再延长1个月。不，团长，我跟您开玩笑呢。从今天开始进行飞行训练，1个星期以后，带以双机编队到圆山基地进行对抗演习。多长时间？3个小时。3个小时啊！飞到那我折回来了，那叫演习啊？怎么不叫演习啊？
这次就是机步旅和特战旅少量兵力网上对抗演习。你的任务是，最后总攻阶段，你带编队按预定时间进入主阵地上空，做2次低空俯冲攻击动作。任务完成后，按原路返航。那攻击目标是什么呀？没目标，低空飞过就行了。也就是说，不带弹，比划一下。对，任务非常简单。那让刘小斌他们去飞就行了。没兴趣，不参加。不就是演示一下吗？团长，这种机会应该多留给年轻飞行员，让他们多飞飞。挑肥拣瘦，这次有总部首长观摩，要的就是你这个大队长带队飞行，以表示我们对这次演习的重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少给我啰嗦。是。团长，我跟特战旅的老袁搞了一个方案，你看看。哪个老袁？就是跟我们一起参加天目山救援的那个特战旅的袁副营长。哦，那个没牺牲的烈士。哎，对对对，就是他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来头挺大。用肩扛式导弹把我揍下来的，就是他。好好，原来是他呀。哎，团长，这不马上要演习了吗？你看看我们这个方案。你小子属多春鱼的，又一方案。什么多春鱼呀？阿猫阿狗生个崽还有个周期呢。你小子一会儿一个方案一个设想的。这次这个不一样，这是我跟老袁一起搞的，绝对有创新，绝对跟以前的不一样。行了行了，我看。啊，你现在就看？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团长，我的意思是，你看完以后要觉得没什么大问题，赶紧送给于参谋长，看看这次圆山演习能不能用上这个方案。师傅，最好以你的名义送过去。你小子啥意思啊？我看个材料，还需要你在这监督啊？不敢监督，我哪敢监督团长啊？我走了，啊！你快点看啊！博洋，我跟你说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我的停飞令解除了，从今天开始我又可以飞了。是个好消息，祝贺你啊！谢谢。哎，你最近有时间来北京吗？哎呀，这个礼拜以后军里有个演习，我恐怕暂时去不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演习一结束，我立马就过去。哎，什么情况啊？也是一个好消息。好消息？你快说快说，我最喜欢听好消息了。妈妈思想还是不同，那爸爸呢已经动摇了，同意带你到家里坐坐。是吗？哎，太棒了！对呀，你怎么做的工作呀？等你回来再说吧，我等你。好 ，OK。哎，老袁，你找我？什么情况？哎，江海，告诉你个好消息。又是好消息。好啊，我最喜欢听好消息了，快说。你的想法我跟我们旅长说了，我们旅长很支持。他说，要是你们陆航团方面没有问题，我们特战旅这边也不会有问题，还可以共同研究一个更成熟的方案送到最终。老袁，我跟你说，我们的方案我已经交给团长了，团长正在看，估计啊问题不大。好，我等你的消息啊。好嘞。好事来了，挡也挡不住啊！啊！喂，团长，我是江海。江海啊，你送上来的方案我看了，这么快？怎么样啊？想法是不错。你马上到办公室来一趟吧。好，好，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我现在就在办公楼下面呢。团长，报告都不喊了。哎呀，我
又忘了。报告，进来，坐吧。你这个方案说实话，很上心，很严谨，我能理解，也看出你对这件事期望值很高啊。我跟老袁反复讨论很多次了，但是不能用，我也不能上交。为什么呀？你刚才不说我想法不错吗？想法是不错，但是想法太多了点。你坐下，我跟你说。坐下。你这已经超出一个大队长的直线了。如果人们都像你这样，今天一个想法，明天一个计划，后天一个方案，那不乱了套了？那还要飞行大纲干什么？江海啊，你要清楚，今天只是结束了你的停飞处罚，并没有撤销你的处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很支持上级的干部，但是你要清楚你现在的处境，你总得顾及大家对你怎么看吧？什么怎么看？看什么呀？你背着处分，你总得好好表现，让大家重新认识你吧。你说你又冒出了个方案计划来，大家怎么想？啊？你这是不是不安分，哗众取宠啊？你听我一劝，啊，消停消停，回去干好你大队长的本职工作，拿回去吧。你不会死了吧？我不死，我烧了他。烧了他。什么？烧了他？江海的方案被再次打入冷宫，满腔的热忱就像一块炙热的铁块，被投入到水中，化作了一团蒸汽。接二连三的挫折，让江海沮丧到了极点，而洪生的来电，让他再次徘徊在走与留的十字路口上。喂，江海，你走这么多天，怎么也不来个电话呀？我最近不是很忙吗？忙啥呀？我都知道，不也就刚刚恢复飞行吗？哎，我问你，上次跟你说那事儿考虑怎么样了？什么事儿啊？看你这记性，咱不说好了吗？让你转业到我这儿来，咱们一起去意大利借飞机，不都说好了吗？给我。你等一下啊。喂，江大队长，我紫薇啊。哎呀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你的事儿我都跟我爸说了。我爸听说你是洪生的同学战友，人品好，技术佳，特别高兴。他说了，只要你来，直升机任你开。如果你不想开了，公司旗下10几家分公司，你随便挑。而且待遇问题嘛，你根本不需要考虑。不过，转业也不是简单的事儿。打了报告也不是一天就能批下来的。机会对一个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这有我和紫薇，你什么都不用担心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把转业报告交上去，什么时候批下来再说嘛。事在人为，工作慢慢去做嘛。当时我走的时候不也特别难吗？最后也办成了。大脑空白，装病，过载黑市。你起码要个态度吧。只要你付出努力了，我相信一定会有好的结果的。我明白。我和紫薇等你的好消息。拜拜。师傅，哎，你这是干什么呀你？你把它烧了，烧了你就痛快了。给我。师傅，我知道他现在对你没什么用，但你也不至于把它烧了呀。看在心里痛痛。那是你自找的，我不给你要，我留着。你留它有什么用啊？当然有用了。你要是再整理这方面的东西，我就把它拿出来给你看看，让你知道你是怎么一次次失败的。营长，我都知道了。
长都告诉我了。你旅长怎么知道的？走团跟他通了话，解释了原因。走团长的意思是，这个方案现在拿出来时机还不成熟。我们旅长也说了，现在演习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很多部队都已经进场了，临时改变演习预案是不可能的。不是，你旅长不是说支持这件事儿吗？当时是支持啊，就可能后来知道了具体内容，感觉动静太大。你知道，这个演习预案要改变，那不是件小事儿。哦，对了，老袁，吕吕不会因为这件事儿对你有什么看法吧？那倒不会，就是旅长说了，年轻人嘛，做事容易冲动，头脑发热，可以理解。想改革是好事儿，但是要循序渐进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什么的，这都不重要。关键是，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一定会很难过，所以赶紧过来，先看看你。没事儿，还没事儿呢。你看看，大队长上次搞了一个蓝箭3号演习的战斗总结，给退回来了，当着政委的面啊，撕得粉碎。这回可好，更彻底了，直接变成灰烬了。